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开始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 2代。游戏的开场是序章的关卡，给玩家练手用的，难度不高。2代和1代在操作上有一点区别，1代的话想要冲刺需要拿到腿部的装甲，2代呢一开始上来就可以冲了。我只想说注意身体啊，小孩子才一上来就横冲直撞的，上了年纪呢都知道节制。这里的蓄力呢还不能蓄到满级，后面会拿到收集品来进行加强。这个敌人呢把两侧的墙壁拉到了一起，但是呢他自己也上来。前方就是序章的小 boss 战，这个 boss 的体积非常大，但是大家也都知道，洛克人系列呢序章的 boss 越大越菜。他的弱点是头部，4发蓄力炮就可以带走了，小心他手上的流星锤，2发，4发，这样就收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开始攻略正式的8个常规关卡。这里出现了3个敌方的剪影，这3个家伙呢是上一代 BOSS 西格玛的下属，直属部队，叫做反击猎人，分别是阿智尔、萨加斯和拜奥伦。第一个 BOSS 呢，我选择了长链藤蔓。选择他起手呢，肯定是因为他菜啊。这里注意收集隐藏品。屏幕的左上角的墙壁内侧隐藏了一个血量最大值的上限。本关的这些天气球都可以改变天气。这里利用风速弹墙拿到第2个收集品衣挂。其实从这关起手呢，还有一个要素，拿到了本关 BOSS 的能力之后呢，下一关咱们就可以拿到蓄力的能力。蓄力呢可以加强咱们的普通攻击蓄力，最重要的呢，咱们的各种能力也可以蓄力了。游戏的流程我尽量给大家录制的流畅一些，但是有的时候受制于操作的手速还有反应的时间，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吧，希望大家体谅一下。前方不远就是 BOSS 战了。本作有一点我是不大满意的，就是每个 BOSS 加完血之后，他的血条满了之后会有1秒钟左右的卡顿，这个卡顿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极度的影响游戏的流畅性，给玩家带来的体验也不太好。所以呢，每个 BOSS 之前那1秒的卡顿我就给大家剪掉了。他把自己吊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是攻击他的最好时机了。因为咱们使用冲刺攻击的话，一次可以打掉他2点血，血量少了之后他会进入2形态。生气了，这个货长得像个苦瓜一样。好的，收了，这样拿到了他的能力，叫做打击锁链。这个能力除了打击敌人之外呢，还能够把咱们拉向墙壁，利用这一点可以拿到一些收集品。下一关就可以用到了。这个能力我觉得洛克人应该是绿色的，结果呢变成了紫色。第2关我们选择爪轮鳄鱼，这关可以拿到蓄力。上一关拿到的链条克制它。游戏本关的场景在一个战车上，这个战车呢移动过程当中不断的震动。就在这里切换锁链，抓左边墙壁这一下需要在右边墙壁非常严格的点进行跳跃，那个点呢，在屏幕上方第二个缝隙的下边第4个螺丝上。
这个地方我练习了很久，这样拿到了蓄力。本作的蓄力和上一代不大一样，蓄一次呢可以射2发，大家想一下，蓄一回可以射2发，这个能力就令人神往啊！这里还有载具，这个载具看起来比上一代的要凶多了。我的拳头上有很多的尖刺，又需要下来了。好，这个地方我切了这个链条，但是呢没用，反而利用了右边敌人攻击咱们之后造成的无敌时间，来拿左边的这个收集品。其实呢，也有人利用下面的机甲撞一下获得无敌时间。那还有一种拿法呢，就是利用锁链了。利用锁链太危险了，勾过去呢很容易撞到尖刺。但这3种方式呢，其实都不是正常的拿法。正常的拿法呢，就是等后面拿到相应的能力之后再回来。这3种拿法呢，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尤其是锁链那种，危险性太高了，不建议。撞右侧敌人这个呢，我还是有一点推荐的，因为你小跳一下呢，它发射子弹，你撞第3发就可以了。哦，这关掉了好多血啊，好不容易把血加满了，还被轰了一炮。开始 BOSS 战，这个 BOSS 打起来时间比较长，节奏很慢。他藏到这个血池里边，真的是非常的恶心啊！半天不露头，露头的时候呢，就上来咬你。其实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时机掌握得当的话，在这个鳄鱼跳起来咬你最高点的时候击中它，那么它下来之后呢，咱们是有希望能够补枪的，这样整体的流程会缩短一点。但是实在是太极限了。因为打这个 BOSS 呢，你要抓7、8次的机会，我不可能每次都抓的那么完美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补枪的话容易打断自己的节奏，所以说我不大建议大家打他的时候呢，去摊枪去补枪，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打。他上来一次呢，就蓄力他1次，大概还需要2下。也推荐这个打法吧，不要贪刀。你看他实际上第2枪补枪的时机非常非常短。好的，干掉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刚才崩出了一个小能量。那使用这个蓄力攻击呢，就是可以打出道具的。这样拿到了爪轮鳄鱼的能力，叫做旋转齿轮。这个旋转齿轮呢，普通攻击它的持续时间非常长，蓄力攻击呢，这个齿轮在空中就分成了好几半，攻击的范围比较大，这个能力还是比较有用的。啊，又见到了反击猎人这3人众，这3个家伙呢，后面就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关卡当中了。这里见到了凯恩博士，凯恩博士呢表示，反击猎人这3个人手里都有 Zero 的芯片，因为上一代 Zero 自爆了嘛，但是咱们手里也有，这样谁收集齐了，谁就可以复活 Zero。好的，第3小关，我选择了气泡螃蟹，这个货也不难打，但前提呢要知道打法。因为齿轮比较克它。这里我还撞到了一条鱼，好在不疼。一只大黄鱼潜水艇，这个鱼呢涉及到本关的一个分支的场景。其实每关的分支场景就对应了反击猎人3人众。他们如果呢随机出现了到了这关，
咱们在相应的隐藏场景就可以打到他们了。打倒之后就可以拿到 Zero 的芯片。好，这个收集品呢，其实这里是利用到了一个 bug。那游戏原来的设计理念呢，是不应该这样跳起来就能够够到上面墙壁的，因为常规的跳跃呢其实是够不到的。但是呢，咱们站在斜坡上一步，然后再跳，这样就能够到了。实际上利用到了游戏的一个 bug。好处呢，就是不用再来一趟。这里给了个血，还是很贴心的呀。之前掉那一滴血呢，也补上了。BOSS 战呢，使用齿轮。这个 BOSS 的 AI 有一个缺陷，就是咱们位于他头上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出钳子来抓咱们。这样呢，咱们通过跳跃跳到他头上，控制他出这招，然后呢，不断的使用齿轮来打他。刚才齿轮最后一下竟然没粘到啊，导致我又补了一下。这个 BOSS 属于 AI 缺陷了。这样顺利的拿到了他的能力，叫做飞溅气泡，也可以叫喷射气泡。能力就像名字一样，往外射泡泡啊。这个大家也知道，泡泡多了代表身体不好啊。下一关呢，咱们选择烈焰雄鹿。哎，出现了！反击猎人里的阿智尔出现在了本关，这样咱们本关需要打2个 BOSS 了。阿智尔呢是谍报队长，特点呢是剑术非常非常厉害。单论剑术的话，它应该是游戏独一档的存在了。它能够把比较薄的墙体撞碎，这样打开一些隐藏的通路。本关打反击猎人的 BOSS 就需要利用到它。下面是有岩浆往上喷的，这里需要快点赶路。路上呢，把这个血量最大值上限也拿了。往上攀，好，就这儿，勾引他来撞。撞了我一下，这里还能把血补满。好的，反击猎人的3人众，在实力上剧情的设定里要强于这8个普通的 BOSS。这里呢，我没有拿到克制他的能力呢，但是大家注意我这个打法吧。这个货基本上就2招，一个升龙带出刀光，还有呢是冲刺。这个冲刺非常恶心啊，因为特别快，并且咱们的攻击能够打回来，所以呢，咱们就勾引他出升龙这招。出现刀光之后呢，就一个冲刺，给他一枪。如果他出升龙了，咱们就下来；不出升龙，咱们始终在墙上待着，千万别下来。这是一个比较取巧的打法吧。有一些小伙伴呢，在没有得到克制他的能力之前，不打他，但其实呢，用普通的劈弹打他也比较容易，前提就是知道打法呀。好，这里咱们要切换齿轮了。这些气罐呢，里边都是瓦斯，上面的这种火鼠跳下来，能把瓦斯点燃，就变成了喷火。所以路上清他们也是一个任务啊。这个我就没清到，被火喷了。前方呢 BOSS 战就是打烈焰雄鹿了。烈焰雄鹿这个 BOSS 可能是整个游戏当中最简单的 BOSS 之一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知道打法的话，刚刚那个反击猎人的阿智尔也非常好打。他先来了个弹墙，没影了。
好的，这样呢也陷入了一个循环。可以这样说呀，烈焰雄鹿也是有 AI 缺陷的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它带走了。注意节奏，他射你一下，你射他一下。好的，打完之后呢，拿到了烈焰雄鹿的能力，急速燃烧。本作的流程也比较长，我大概会分3期给大家录制。本期呢时间也就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本期呢咱们打了一个序章，打了4个常规关卡，还清了一个反击猎人。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明天下期再见。